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共百年秘闻，我是美玲。在中国有着几百万粉丝的护城风，就在上个星期六，9月20号，他在微博、抖音、B 站等多个平台相继停止了更新，直播功能呢也遭到了关闭，所有账号内容均被清空，显示在中共严厉的网络管控之下，护城风最终没有逃过被封禁的命运。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护城风不幸被封呢？有人说护城风被封是因为他所谓长期煽动对立博流量，那么也有人说呀，护城风被封是因为说了这句话。那是什么话呢？在网络流传的一个视频当中，护城风严肃地对着网友再三强调，不要去俄罗斯旅游，不要去俄罗斯旅游，不要去俄罗斯旅游。他还说呢，不要问为什么，你要是不服气你就去，但凡你护照上有2022年之后的俄罗斯的这个入境章，你再申请其他的发达国家，我可以跟你这样讲，欧美的疑虑几乎我可以跟你这样讲，99%的概率是拒签。这个似乎让人是匪夷所思，因为仅仅这句话就被中共全网封杀。中共是不是已经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顶点了？连句不要去俄罗斯旅游也怕得要命呢。这让人想起了中共夺取政权不久发生的一幕。1957年，中共开展所谓的大鸣大放运动，极力鼓动人们向中共提意见，其实呢是给人们设下的陷阱。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站出来了，这就是曾经被称为云南王的龙云。他在1949年倒向了中共，像无数被中共欺骗的人一样，龙云在中共的百般鼓动下吐露了他的心声，这就是对苏联的看法。他说，中国抗战胜利，日本投降，苏联出兵中国的东北，将东北价值20亿美元的机器与物资搬去到了苏联，至今未归还，怎么算是友好和兄弟国家呢？咱们来看看他说的这3件事的次序，分别是中国抗战胜利、日本投降、苏联出兵。这里面其实藏着一个大秘密，这个秘密呢被作家丁书给看出来了。他在《阳谋》这本书里说，龙云一个军人可是粗中有细，他说日本投降，苏联出兵，却不说苏联出兵，日本投降，大概是对毛泽东的苏联参战决定日本的投降一说表示了异议。实际上呢，苏联出兵东北本身就不是中国，本身就是为了抢夺利益而来。1904年、1905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主战场呢就在包括中国的东北地区。在这场战争当中，俄国被日本打败，导致它东北亚的影响力大大下降。苏联出兵东北，其实就是要恢复俄国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捷克斯洛伐克驻英使馆的一位官员当时就说，苏联的愿望是要一雪日俄战争中所受的屈辱，收回被日本夺去的在满洲的一切权利与利益。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和驻英大使顾维钧也都指出了苏联在雅尔塔要求的实质问题，就是有所恢复帝俄在满洲的权益，而这些权益呢，都是由于1904年的日俄战争而丧失了的。你说苏联从一开始就没怀着好心，这个苏联红军此后在东北的奸杀淫掠一脉相承。还有2件事情可以证明苏联出兵东北本身就没安什么好心。第一件事就是斯大林在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当天就发表演说，其中呢特别提到了当年的日俄战争。他说1904年的失败是俄国的污点，而为了清洗这个污点，我们这老一辈人等待的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你看这里有一句话是为了中国吗？这话已经说得多么明白，而无数的中国人在中共官方的宣传之下，对这一切至今还蒙在鼓里。那么这第2件事呢，也是非常的明显。就在斯大林说了这段话之后呢，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率领着一些高层的将领，例如呢第一远东方面的军司令梅列茨科夫，还有外贝加尔方面的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以及呢1级空军元帅诺维科夫、空军元帅福加科夫、炮兵元帅切斯哈科夫等人。在1945年9月6号，也就是日本投降22天之后，特意前往旅顺，拜谒了日俄战争中在旅顺要塞战死的帝俄官兵公墓。
在目前敬礼并且敬献花圈。这次意味深长的举动进一步表明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真实的目的。也正是因为这个目的呢，苏联红军在东北大肆抢夺，把东北的工业设施能拿的能拖的全部给带走了，包括铁轨，包括火车车皮，包括丰满江的水热电站等等能拿的，在1946年苏联红军撤军的时候呢，全部都给拿走了。据杜鲁门私人的代表鲍莱在1946年6月致美国总统的报告中说，苏联抵达满洲的工业区以后，就开始有系统的没收粮食与其他储存的物资，并且呢，在9月初就开始有选择的搬运工业机器。据当时的国民党接收官员上传道回忆呢，1946年的3月，国民党当局曾经编制了一份统计材料交给联合国调查团。该材料估计苏军运走的全部资产总价值大约为100亿美元。据蒋介石得到的报告显示，苏联运走的资产占东北电力设备的 65% 和钢铁工业设备的 80%， 而抚顺、本溪、阜新、北票的煤矿则都被劫掠。蒋经国曾对驻师使馆武官李秀业说，要是东北的房屋和土地能搬走的话，他们都会搬走。这就是苏联出兵东北的真实结果。这叫做什么呢？叫做趁火打劫。终于了，苏联的暴行引发了1946年2月的重庆反苏大游行，在整个中国也是对苏联的一片声讨怒骂声浪。龙云还说过一些话，显示出呢他对苏联的真实的看法。比如1950年中共出兵朝鲜，龙云当时就表示反对，到了1957年他没有憋住，一股脑的给倒了出来。他说呢，朝鲜战争是苏联指使北朝鲜发动的，反要中国去抗美援朝，而所使用的武器又是用中国的物资，尤其是粮食，向苏联换取的一切战费就由中国承担，这样是公平合理的吗？1957年对苏联说出真实看法的不仅是龙云一个人，比如呢，还有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农工民主党中央秘书长、副主席黄其祥。他的话今天看来更是一针见血，直接指向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他说，苏联制度无论是党内党外皆无民主，绝对是党阶级和领袖独裁。我到苏联去考察，所得到的事实皆是如此。他那种政治制度完全是100%的愚弄苏联人民的，人民穷困，物质缺乏，物价高昂，生活不易，社会主义不过是宣传而已，其实行不通。人民失了望而不信仰，故到处设了集中营的黑牢，凡一人反社会主义，全家以及亲友可以连罪。这种社会古今中外也没有听闻过。中国共产党以苏联为领导，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也弄到党内外缺乏民主，缺乏自由，动辄镇压与肃反，这都是苏联式的政治制度。向苏联看齐学来的，实在是太危险了。但是中共又是怎么做到的呢？1950年，中共成立所谓的中苏友好总会，由刘少奇担任会长，全国各地设立分会。这个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办刊物、放电影，在中国推行苏联文化。更重要的是，中共还对老百姓进行洗脑。洗脑内容之一，那就是外蒙古独立是正确的，这就是中共干的好事。1957年，在中共的引诱之下，很多人说出了埋藏心底的真实的想法，结果被中共通通打成右派，罪名就是反苏。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1957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同右派的另一个根本分歧是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态度，中苏团结是整个人类的最大利益所在。右派的言论就是要把苏联说成是赤色帝国主义。甚至他还说，右派的反苏活动在我国是违反宪法的，是不容许的。右派的主张就是要我们亡国，就是要我们人头落地。就这样，龙云和当时的无数人一样，被扣上了反苏、反社会主义、反党的右派帽子，成为少数民族著名的6大右派之首。这个帽子一戴就是几十年，直到1980年的6月，也就是他去世的那一年，中共才宣布对龙云的问题进行所谓的纠正。
在中国网络上曾经有一个讨论，护城风最终结局会是什么？有人说呢，护城风拍底层老百姓生活的困苦，一个月100多，要不就是时薪1个小时几块钱，然后呢，用这几块钱去买生活的必需品，肉蛋奶，发现能买什么呢？物价高和工资低形成对比，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国家，工人竟然贫困到如此的地步，这可真的是讽刺。护城风的视频揭开了底层老百姓的一角，这是真实存在的，不会因为你的封禁而消失。那么还有人说呢，就我混迹网际网络多年的经验来看呢，户子的结局只有被封杀一条。这是户子也知道，不过能发生并且让人记住，在历史上留下一笔，想想就热血。这条留言获得近2000的点赞，看来支持者还是大有人在的，热血青年依然不绝如缕。在中共如此的严苛言论管控、极力洗脑之下，中国人还能有这样的热血精神，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